好學貓。睡前聽完一本書，今天我們讀《始於極限》。沉沉夜色，漫過街巷煙火，白日裡奔波忙碌的浮躁盡數沉澱下來。萬家燈火暈開柔和的光影，城市徹底褪去喧囂，連街邊往來的風聲都變得輕柔舒緩。喧囂落盡之後，人心最深處的迷茫、糾結與無聲思索便悄然浮現。你在漫長的人生旅途裡，一路跌撞前行，一邊學着體諒世間所有人的難處，一邊默默壓抑自己心底積攢許久的委屈，一邊不自覺迎合世俗早早定下的種種標準，一邊又從心底不甘，被困在一成不變的既定人生軌跡之中。我們常常在親情裡一味妥協退讓，在愛情裡卑微俯身討好，在人際交往裡不斷放低自身姿態，日復一日，慢慢弄丟了年少時一身的稜角與前行底氣，漸漸活成了旁人眼中懂事安穩的模樣，卻唯獨在歲月洪流裡辜負了最真實、最渴望自由的自己。那些一次次無底線的遷就與退讓，那些深夜裡反覆拉扯的內心掙扎，那些藏在心底無人訴說的不甘與遺憾，細細想來，終究全都源於我們從未守住屬於自己的人生邊界，任由外界的聲音打亂自己的腳步。今夜暫且放下所有俗世紛擾，拋開生活裡的瑣碎煩憂，靜下心來細細品讀《始於極限》這本書。在兩位女性坦誠真摯、毫無保留的書信對話裡，看清情感相處最赤裸的真相，掙脫世俗觀念層層疊疊的無形枷鎖，徹底讀懂守住底線，對於整個人生的重要意義，慢慢尋回獨屬於自己從容自在、不卑不亢的生活姿態。上野千鶴子深耕社會思想與人文研究數十載，半生歲月走遍世間百態，親眼見證不同時代之下女性群體一路走來的艱難掙扎與思想蛻變，切身感受過世俗偏見長久以來帶來的無形精神壓力，也深刻洞悉當代普通人在情感糾葛、家庭關係、職場生存與自我認知之中遭遇的多重現實困境。他這一生始終保持獨立清醒的思想認知，從不盲從大眾主流世俗觀念，也絕不被固有的傳統思維束縛自身思想，始終以冷靜理性又飽含溫柔共情的視角直面現實生活裡所有尖銳直白又無比真實的人性問題與生活難題。他行走世間多年，見過太多普通人因為不懂拒絕，一味遷就他人，一步步深陷無盡精神內耗的泥潭無法脫身，見過無數人在親密感情裡徹底丟掉獨立自我，傾盡全部身心付出，最後卻換來滿身傷痕，也見過無數人的一生都被原生家庭的期待牢牢捆綁，一輩子活在旁人的期許與規劃之中，始終無法掙脫束縛，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正是看透了世間諸多人情冷暖、悲歡離合與人生困頓，他才決定摒棄生硬刻板的說教方式，以書信談心這種溫和細膩的形式，寫下這本充滿現實力量與治癒力量的書籍。他創作此書，從不是為了刻意制造觀念對立，也不是為了向大眾灌輸偏激極端的思想理念，而是褪去所有尖銳的言語鋒芒，以平等談心交流的姿態，將現實生活裡人人都會遭遇的情感困境、精神枷鎖、自我迷茫與內心掙扎，一一細緻拆解開來。他深深明白，世間絕大多數人的人生困頓與身心疲憊，最初都始於一次次主動放棄自我底線，最終慢慢沉淪，徹底迷失自我。
於是用平實真切、貼近生活的文字，喚醒無數人內心深處沉睡已久的清醒認知，溫柔提醒每一個行走在人世間的人，溫柔待人一定要有尺度，心懷善良必須自帶鋒芒，人生所有的安穩順遂與自在從容都必須從堅守自身底線開始。全書沒有晦澀難懂的專業學術理論，字字句句貼合普通人的日常心境，每一段文字都能戳中成年人藏在心底未曾言說的心事，以最溫柔平和的筆觸講述最清醒通透足以受用一生的人生道理。你靜下心來，慢慢走入這本書的文字世界。這本書沒有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虛構劇情，也沒有波瀾壯闊轟轟烈烈的傳奇人生故事，全篇內容皆是兩位思想觀念、人生閱歷截然不同的女性，跨越年齡差距，直面內心過往傷痛的一來一往書信往來。一位是歷經世事沉浮，看透人情世故冷暖，擁有半生通透人生閱歷與成熟思想的上野千鶴子，另一位是常年身處輿論爭議漩渦之中長大，滿身過往歲月留下的傷痕，常年深陷自我掙扎與內心迷茫之中，無法釋懷的鈴木良美。兩位年紀相差甚遠，成長環境天差地別，人生選擇更是大相徑庭的女性，徹底拋開所有外界賦予的身份標籤、社會頭銜與世俗成見，卸下平日裡所有偽裝堅強的情緒與防備之心，在一封封跨越距離的往來書信之中，毫無保留敞開心扉，訴說心底深藏的心事，坦然暢談一路走來的過往傷痛，真誠傾訴當下生活裡的迷茫困惑，認真探討人生路上的取捨抉擇與內心追求。一來一往的文字交談，如同寂靜深夜裡圍坐在暖燈之下的知心閒談，沒有客套敷衍的虛偽寒暄，沒有刻意偽裝掩飾的情緒流露，將成長路上的辛酸苦楚，情感之中的遺憾傷痛，世俗眼光帶來的無形壓力與精神束縛，全都毫無保留地緩緩傾訴而出，一點點鋪展開當代人，尤其是女性群體最真實細膩的內心世界，也道出了無數平凡普通人一生都難以逃離的精神困境與生活難題。回望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歷程，你一定有着無比真切深刻的體會。從懵懂年少踏入校園開始，我們便長久活在世俗早早搭建好的規則框架之內，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被無形的標準約束着。從小到大，身邊的長輩親人不斷向我們灌輸固化的人生理念，一遍遍告訴我們該怎樣行事做人，該怎樣打理日常瑣碎生活，該怎樣維繫身邊的人情感情誼，該怎樣按照大眾認定安穩平淡的路線走完漫漫一生。尤其是成長途中的女孩子，自小被身邊人反覆教導，要溫順懂事，隱忍包容，無私付出，凡事優先顧及身邊所有人的情緒感受，凡事學會主動退讓，遷就他人。久而久之，我們漸漸養成了習慣性討好身邊人的性格，習慣默默隱藏自己內心真實的喜好與訴求，習慣壓抑自己心底的不滿與委屈，習慣把所有人的感受都放在自己身前，唯獨徹底忽略了最該用心善待、用心體諒的自己。年少懵懂的青蔥歲月裡，我們懷揣着純粹炙熱、毫無雜質的真心，踏入紛繁複雜的情感世界，滿心篤定以為真心付出就一定能換來對等的偏愛與珍惜，以為放下自己所有脾氣與原則底線，一味包容遷就身邊在意之人，就能夠牢牢留住自己想要守護的感情與溫暖。
於是在彼此相處的過程中，不斷改變自己原本的性格脾性，捨棄自己長久熱愛的興趣事物，慢慢疏遠身邊朝夕相伴的知心好友，一點點壓縮原本豐富多彩的生活圈子，把自己全部的情緒喜怒哀樂完完全全寄託在另一個人的身上。你有沒有發現，越是習慣低頭主動退讓的人，越容易在感情裡陷入被動卑微的地位；越是毫無保留傾盡真心付出的人，越容易被身邊人輕易忽視冷落，滿心熱忱不顧一切奔赴一場相遇，到最後往往只留下滿身疲憊與無盡的失落遺憾。書中的鈴木良美便是無數在現實困境中掙扎前行之人最真實的縮影。她的成長之路布滿了旁人難以切身體會的坎坷與辛酸，原生家庭壓抑沉悶，缺少溫情的生活氛圍，早早讓她褪去了年少時期本該擁有的天真爛漫與無憂無慮，過早直面世間現實的人情涼薄與複雜人性，讓她小小年紀便學會了獨自隱忍情緒，獨自默默承受生活帶來的種種磨難與委屈。為了徹底逃離令人窒息壓抑的成長環境，掙脫原生家庭長久以來帶來的精神束縛，她做出了許許多多違背大眾主流認知、不被世俗大眾所接納理解的人生選擇。也正因如此，她從此陷入了漫天流言蜚語的層層包圍之中，常年活在旁人的議論與非議之下。世俗之中的眾人從來都只會憑借片面淺薄的聽聞，隨意評判她的整個人生，用刻板固化的世俗眼光定義她所有的所作所為，肆意拋出無端的指責與偏見非議，卻從來沒有一個人願意靜下心來，認真傾聽她每一次選擇背後藏着的無奈與心酸。沒有人懂得她所有看似叛逆出格的舉動，或是身處絕境之中唯一能夠掙脫命運既定枷鎖的微薄反抗。一路走來，她獨自一人默默扛下所有外界的非議與無端指責，獨自一人悄悄消化內心積攢多年的傷痛與委屈，在無人理解、無人共情的孤獨歲月之中，艱難緩慢前行。步入成年，徹底踏入社會之後，她依舊沒能徹底擺脫世俗固有觀念的層層束縛，在錯綜複雜的職場人際關係之中周旋游走，在權衡利弊、充滿算計的情感關係裡反覆自我內耗。她的內心深處無比渴望擁有安穩平淡、煙火十足的尋常生活，渴望被人真心呵護、溫柔善待，渴望擁有一份平等真誠、彼此懂得、雙向奔赴的真摯感情。可過往歲月裡留下的諸多傷痛經歷，讓她在心底築起了一層厚厚的防備壁壘，不敢輕易向任何人交付自己的真心，害怕再次經歷滿心失望與無奈離別，害怕再次陷入滿身傷痕、身心俱疲的境地之中。往後漫長的歲月裡，她始終在順從世俗安排與堅守自我本心之間反覆徘徊掙扎，一邊迫於外界眾人的壓力無奈妥協退讓，一邊又從心底不甘心被命運隨意安排自己的人生方向，長期陷入自我懷疑、自我否定的低落情緒之中，焦慮迷茫、孤獨落寞，常年縈繞在她的日常生活之中，讓她始終無法活得輕鬆自在，始終尋不到屬於自己安穩平和、隨心隨性的人生狀態。而上野千鶴子始終以平和通透、沉穩淡然的姿態，認真品讀每一封飽含心事與情緒的來信。她從不會居高臨下擺出長輩姿態，評判對方過往的對錯是非，也不會用世俗刻板的標準去指責對方做出的人生選擇。
只是以過來人的半生人生閱歷，溫柔耐心傾聽對方所有的委屈迷茫與內心苦楚，一點點耐心梳理他內心深處積攢多年的心結，慢慢撥開長久以來籠罩在他心頭的層層迷霧，引導他看清生活本質與內心所求。二人的書信交談涉獵範圍十分寬泛全面，從原生家庭潛移默化帶來的性格烙印，慢慢聊到親情之中無形又沉重的精神捆綁，從男女之間失衡不對等的情感相處模式，延伸聊到當代年輕人普遍存在的嚴重精神內耗，從年少時期懵懂無知的執念心結，慢慢聊到歷經世事滄桑之後的清醒釋懷，從世俗大眾刻板眼光帶來的無形生活壓力，深入聊到自我思想覺醒之後的人生取捨與未來規劃。所有談論的話題全都緊緊貼合普通人的日常現實生活，精準戳中每一個成年人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情緒痛點與生活難題。他們深刻探討親情之中最無奈最真實的相處現狀，你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定然也有着深切的感觸。親情本應是人世間最溫暖堅實的依靠，是疲憊生活裡最安穩治癒的心靈港灣。可在現實生活裡，太多人的親情之中早已摻雜了過多濃烈的控制慾與過高的人生期待。很多長輩習慣性以愛為名，強行規劃晚輩一生的人生道路，把自己一生未能圓滿完成的心願與遺憾悉數寄托在晚輩的身上，用一句句看似溫暖的為你好，牢牢束縛住晚輩追求自由奔赴熱愛的腳步。身處這樣壓抑的親情關係之中，順從本心奔赴心中熱愛，便會輕易被扣上不懂感恩忤逆長輩的負面名頭，一味順從妥協委屈自己，又會辜負自己內心的向往與追求，長久被困在兩難的境地之中，進退皆是為難，滿心皆是疲憊無奈。他們坦然剖析愛情之中最真實赤裸的相處弊病，細細細數無數普通人在情愛之中頻頻犯下的通病。太多人一旦徹底深陷感情之中，就會不由自主丟掉自己原本堅守的原則與做人底線，將相伴的愛人當成自己整個人生唯一的精神寄托，心甘情願放下自身所有鋒芒稜角，無底線包容遷就對方所有的缺點與過錯，不斷打亂自己原本安穩的生活節奏，去刻意迎合對方。可絕大多數人都漸漸忽略，一段能夠長久安穩走下去的真摯感情，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一味遷就與卑微付出，而是兩個人保持人格獨立，彼此地位平等，互相理解尊重，雙向奔赴彼此心意。倘若一段感情從一開始就需要你不斷突破自己的內心底線去勉強維繫，需要你徹底捨棄獨立自我去迎合遷就對方，那麼從彼此相處之初開始，這段感情就注定滿是疲憊心酸，注定難以攜手走到人生終點。除此之外，二人還直面世俗大眾固有的偏見與條條框框。從古至今，世俗都會依照年齡大小、性別差異、社會身份，早早劃定好每一個人該有的生活模樣與人生軌跡。到了既定的年紀，就必須完成成家立業、安穩度日的人生任務；步入中年階段，就必須收斂心中所有熱愛，安穩度日。一旦有人偏離了大眾共同認定的人生正軌，立刻就會迎來四面八方的議論與無端非議，被貼上各種各樣帶有偏見色彩的負面標籤。在這樣的大環境影響之下，無數平凡人為了堵住旁人的悠悠眾口，為了迎合世俗大眾的眼光，被迫放棄自己心中長久熱愛的事業理想，
捨棄自己向往已久的自由閒適生活，無奈選擇一條人人都說安穩順遂，唯獨自己滿心不甘、滿心遺憾的人生道路，日復一日，重複着枯燥乏味、毫無新意的生活，心中積攢數不盡的遺憾與不甘。曾經心底滿腔的熱血熱忱與美好向往，也在日復一日的無奈妥協之中，慢慢消磨殆盡，最終活成了自己曾經最不想成為的樣子。在一封封飽含真情的書信傾訴與溫柔開導之中，一直深陷迷茫困頓情緒之中的人，漸漸徹底看清了長久以來困住自己多年的真正根源，長久以來無盡的自我內耗，一次次無底線的妥協退讓，太過在意旁人的眼光與外界的評價，任由外界繁雜的聲音左右自己的人生選擇，任由他人的情緒牽動自己所有的喜怒哀樂。歸根結底，都是因為自己從始至終沒有守住內心最基本的人生底線，親手一步步縮小自己的生活邊界與精神領地，讓自己活得越來越壓抑沉悶，越來越卑微渺小。行走人間漫長歲月，我們總是在不停妥協退讓，在血脈相連的親情裡退讓，在滿心奔赴的愛情裡退讓，在人情往來的社交之中退讓，在關乎未來的人生抉擇之中退讓，一次次打破自己堅守多年的做人原則，一次次遷就外界所有人的期許與想法。久而久之，內心的底線不斷下沉放寬，獨立完整的自我不斷縮小模糊，漸漸失去了奔赴心中熱愛的無限勇氣，也失去了忠於內心選擇隨心而活的堅實底氣。隨着彼此心意愈發坦誠真摯的文字往來不斷推進，深陷迷茫之中的人慢慢完成了内心深處徹底的蛻變與成長，從最初深陷自我否定、滿心糾結痛苦的低落狀態，慢慢走向清醒通透、從容淡然。他開始坦然直面自己所有不堪遺憾的過往經歷，坦然接納自己人生之中所有的缺憾與不完美，不再為曾經走過的彎路過度苛責埋怨自己，不再因為世俗無端的偏見非議陷入長久的自我懷疑，更不會再為了刻意迎合任何人輕易改變自己內心堅守的本心與前行方向。他慢慢徹底懂得，人這一生短短數十載光陰，最值得用心討好、用心善待的人，從來都不是身邊朝夕相處的親友，不是朝夕相伴的愛人，更不是素不相識的陌生路人，而是歷經世間風雨依舊堅強勇敢前行的自己。不必強行逼迫自己活在旁人的期待目光之中，不必長久被困在世俗固化的規則之內，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委屈煎熬自己的身心，更不必为了迎合外界繁雜的聲音丟掉獨屬於自己的初心與一身傲骨。書中寫下一段格外戳心治癒的原文：我們口中所說的極限，從來都不是外界強行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沉重枷鎖，而是我們一次次主動退讓妥協之後，親手為自己劃定的人生邊界。守住本心與底線，前路便是坦蕩自由。一味妥協沉淪退讓，餘生皆是身心桎梏。寥寥數語道盡了無數人一生困頓迷茫的根本緣由。我們所有身不由己的無奈，所有滿心疲憊的煎熬，本質上都是沒能堅守內心底線，任由外界紛雜事物裹挾着自己一路茫然前行。還有一段通透清醒的話語，足以治癒無數深陷情緒內耗之中的人。成年人最高級通透的活法，便是在人情世故之中留存心底善意，在情感相處之中堅守自身底線，在世俗洪流之中守住自我本心，不沉湎過往遺憾舊事，不畏懼前路風雨坎坷，
行走在煙火塵世之間，心懷善良從來都需要自帶鋒芒，待人溫柔也需要留存自身稜角，與人相處的包容體諒，更要有清晰明確的原則尺度。沒有底線一味泛濫的善良，只會被肆意消耗踐踏；失去稜角一味溫順的溫柔，終究會被旁人輕易辜負冷落。經過漫長的文字談心與深度內心梳理，曾經被執念、傷痛、迷茫層層緊緊包裹的內心，終於慢慢走出情緒的陰霾低谷，徹底放下過往積攢多年的不甘與執念，放下心中長久以來的糾結與痛苦，慢慢學會和充滿遺憾的過往坦然和解，和不盡人意的現實生活溫柔和解，和世間所有帶着偏見與惡意的聲音淡然和解。往後的日子裡，他不再過分在意旁人的評價與異樣目光，不再執着於強求得不到的溫情與偏愛，慢慢尋找到契合自己本心節奏的生活方式，牢牢守住內心之中不可觸碰的人生底線，以從容淡然、平和安穩的心態，坦然奔赴往後餘生的漫漫前路。歷經種種內心掙扎與思想覺醒之後，我們終究都會徹底明白，人世間所有安穩長久的情誼，所有舒心自在的日常，所有從容坦蕩的人生狀態，全部都是始於堅守內心底線，終於彼此真心相待，守住為人處事最基本的底線，是一個人行走世間最堅實可靠的底氣，也是我們窮盡一生漫長歲月都必須堅守的人生準則。倘若一生之中都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處事底線，只會一路步步退讓，活得卑微壓抑，滿心疲憊。唯有牢牢守住內心的邊界與原則，方能活得坦蕩從容，安穩自在過完一生。細細品讀完整部飽含真情與現實力量的書籍，全書之中最容易牽動人心，讓人讀完心生萬千感慨，久久無法平復內心情緒的內容，便是書中細緻描摹出的無數普通人在漫長歲月裡不斷壓縮自我底線，常年委屈自我成全他人，最終深陷無盡精神內耗，無法脫身的真實生活寫照。你靜下心來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軌跡，不難發現身邊絕大多數人都是這般一路成長，一路走來。年少之時，我們心懷滿腔滾燙熱忱，一生傲骨凛然不屈，心中有着堅定不移的行事原則，有着絕不輕易低頭妥協的內心堅守，懷揣着對未來生活無限美好的憧憬與熱烈向往，一心只想拼盡全力活成自己心中最向往的模樣。可當真正踏入紛繁複雜的社會之中，親身經歷人情冷暖的世事變故，親身承受情感帶來的傷痛挫折之後，原本一身鋒利鮮明的稜角，被現實生活一點點打磨平整圓潤，心中堅定不移的純粹初心，被日常世俗瑣事慢慢消磨殆盡。我們開始學着刻意收斂自己所有的脾氣與真實情緒，學着處處遷就身邊每一個人的想法與感受，學着放下自己心中堅守的熱愛與人生追求，學着小心翼翼迎合身邊所有人的喜好與習慣，拼盡全力顧及所有人的情緒感受，唯獨習慣性忽略那個整日滿心疲憊、滿心委屈卻無人心疼的自己。無數個萬籟俱寂、夜色深沉的深夜之中，獨自一人靜坐窗前默默沉思，回想一路走來被迫無奈妥協的諸多瞬間，回想那些滿心委屈酸楚卻無處傾訴、無人共情的艱難時刻，心底酸澀低落的情緒肆意翻湧蔓延，滿心的遺憾與不甘久久縈繞心頭，無法散去。
明明心中滿是抗拒與不情願，卻又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眼前既定的現狀。這種深深的無力感與心酸感，精準戳中每一個人內心最柔軟脆弱的角落，讓人忍不住心生強烈共鳴，感慨萬千。而書中主人公熬過無人理解的漫長孤獨歲月，熬過自我懷疑自我否定的灰暗低落時光，熬過情感之中撕心裂肺痛徹心扉的滿心傷痛，最終徹底幡然醒悟，堅定守住自我內心底線，掙脫所有無形的精神桎梏，完成徹底自我思想覺醒的整個過程，更是直擊人心深處，讓人內心滿是觸動與動容。熬過了不被世人理解接納的漫長孤寂時光，熬過了自我否定帶來的無盡情緒低谷，熬過了情感之中愛而不得，滿身傷痕的滿心煎熬，終於徹底掙脫世俗偏見帶來的層層捆綁束縛，不再被大眾既定固化的人生標準束縛自己前行的腳步，不再為了旁人閒言碎語無端為難折磨自己，不再為了虛無縹緲執念白白消耗自身精力與時光，從往日裡滿心迷茫無助、卑微迎合、討好他人的低落狀態，徹底轉變為清醒通透、獨立果敢、隨心隨性的嶄新模樣。這份歷經萬般風雨洗禮之後完成的內心蛻變與成長，藏着無數旁人無法知曉的辛酸過往與隱忍苦楚，也藏着衝破世俗桎梏、奔赴全新人生的巨大勇氣與堅定信念。這一段漫長的心路歷程，也成為了整本書情緒渲染最濃厚、最打動人心的核心頂點。當一個人真正放下心中所有無謂的執念與雜念，牢牢守住自己的內心底線與行事原則，不再刻意討好身邊任何無關緊要的人，不再勉強自己遷就任何不順心不如意的境遇，坦然自在活成自己內心最向往的模樣之時，發自內心流露出來的輕鬆釋然，擺脫所有精神束縛之後的從容灑脫，能夠徹底治癒過往漫長歲月裡所有的傷痛與委屈，也能讓每一個身處迷茫困境之中的讀者從中汲取到源源不斷的強大精神力量，生出掙脫世俗束縛、忠於自我本心、勇敢前行的堅定勇氣。拋開全書書信交談的溫柔敘事形式，褪去文字之中細膩真摯的情緒傾訴與內心感慨，靜下心來深度感悟這本書蘊藏的深層人生哲理，便能讀懂其中簡單質樸卻足以受用一生的處世智慧。行走在這人世間，每一個獨立的人都擁有獨屬於自己不可輕易逾越的行事底線，這份底線是我們立身行事的根本準則，是我們與人真誠相處的基本尺度，更是我們從容淡定面對世事變幻最穩固堅實的精神底氣。世間萬事萬物皆有分寸尺度，親友往來相處有清晰界限，情感彼此相伴有固定相處原則，人生取捨退讓有明確極限。一旦輕易越過自己內心長久堅守的底線，往日裡所有真誠純粹的善意都會變得廉價不堪，所有心甘情願的真心付出都會變得卑微渺小，發自內心的滿腔赤誠真心也終究會被身邊人肆意辜負冷落。人的一生漫長又匆匆短暫，前行路途之中會遇見形形色色品性各異的人，經歷大大小小繁雜瑣碎的世事，會身處滿是善意溫暖的美好境遇之中，也難免會遭遇冷漠刻薄的人情對待。能夠有幸擁有雙向奔赴彼此珍惜的真摯情誼，也免不了遇見虛情假意
刻意周旋的人際交往。無論身處何種艱難順遂的境遇，無論面對何種複雜的人情世故，都千萬不要輕易打破自己堅守多年的內心底線，不要為了遷就他人，放棄自己堅守的做人原則，不要為了一時的安穩順遂，委屈辜負自己一生的本心追求與心中熱愛。原生家庭帶來的性格缺憾與內心傷痕，可以慢慢治癒撫平。情感相處之中遭遇的滿心傷痕與遺憾，可以慢慢淡化釋懷。世俗帶來的偏見非議與流言蜚語，可以慢慢看淡釋懷。可一旦親手主動丟掉了內心長久堅守的底線，日後想要重新尋回最初純粹的初心與一生不屈傲骨，便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情。堅守本心，從不是任性肆意妄為，守住底線，也絕非冷漠自私薄情寡義，而是在紛繁浮躁的世俗之中，穩穩守住屬於自己的精神淨土，不被外界的喧囂浮躁裹挾盲目前行，不被一時的情緒波動輕易左右自己的人生抉擇。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明白，真正成熟、穩重、通透豁達的人生狀態，從來都不是封閉自我內心，獨來獨往與世隔絕，也不是事事針鋒相對，處處與人爭執對立，而是心懷溫柔善意，真誠對待世間所有人與事，同時留存自身鋒芒稜角，用心守護自我，能夠體諒理解他人身處的難處與生活不易，也能夠周全顧及自己內心真實的情緒感受，願意拿出滿腔真心與人相處相伴同行，也懂得在受到傷害委屈之時及時止損，果斷抽身離開。在喧囂浮躁的俗世之中，守住內心方寸安寧之地，不慌不忙，從容安穩，走完屬於自己的人生路途。夜色愈發深沉靜謐，窗外輕柔晚風緩緩拂動街巷之夜，細細品讀完整這本寫滿人間心事與清醒人生智慧的書籍之後，相信此刻你的內心早已思緒萬千，生出諸多感慨與深刻反思。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漫漫人生路，細細數那些一次次放下自身原則底線，委屈自我迎合遷就他人的過往瞬間，心中定然有着數不盡的感慨與自省。我們身為平凡世間最普通的普通人，一生之中並沒有太多轟轟烈烈的傳奇際遇與精彩故事，大半輩子的時光都是在柴米油鹽的煙火日常裡緩緩安穩前行，在人情冷暖的世間百態之中奔波勞碌，一路行走，一路遺失珍貴的美好，一路歷經世事，一路慢慢沉澱成長蛻變。曾經天真懵懂的我們總以為待人處事多退讓一分，就能換來一分安穩平和，與人相處多遷就一分，就能換來一分溫情暖意。歷經世間滄桑人情冷暖之後，才漸漸徹底醒悟，毫無底線一味的妥協，從來換不來同等的真心相待，一味卑微低頭的包容，也留不住想要用心珍惜的真摯情誼。人活到一定年紀，終究會徹底明白，世間最好最安穩舒心的人生活法，從來都是始於堅守內心底線，忠於最真實的自我，牢牢守住心中不可輕易觸碰的人生界限，懷揣心底純粹溫熱的善意，行走喧囂世間，不去刻意討好冷漠薄情之人，不去執着糾結已然成為過往的遺憾舊事，不去畏懼世俗流傳的流言蜚語，更不要辜負僅此一次獨一無二的自己。往後漫長的餘生歲月裡，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卸下滿身疲憊與心底壓抑，收起無端的討好與盲目遷就，堅定守住自己為人處事的內心底線，
擁有遵從本心勇敢生活的底氣與無限勇氣，既能以溫柔熱忱之心善待世間所有美好事物，也能以堅定果敢的姿態守護好自身周全，在平淡瑣碎的煙火歲月裡活得清醒通透，自在坦蕩，安穩從容。最後，由衷詢問屏幕前認真聽完這本書的你，回首一路走來的過往歲月，你是否也曾無數次放下自己堅守的原則底線，去迎合身邊之人？是否也曾在繁雜人情世故裡委屈自己，弄丟最初的純粹本心？在往後漫長的人生道路之中，你能否始終堅定守住內心的界限與底線，坦然從容，活成自己內心最想要的模樣？晚安。